Hello， 大家好，我是议员。相信各位在前不久才看了我这个直播讲3673内战的事情，但是有一些观众就纠正我说，这个不应该叫内战，而是叫入侵事件。但我个人觉得，就是他们这些事情呢是发生在他们王国里面啊，所以我个人还是觉得说也可以当做是内战啊。那么这个玩家呢，就是入侵者之一，他们只有5个账号去搞这个王国而已。你们可以听到这个是多么离谱的一件事情，但那个故事说起来有点复杂，所以我就把他这边的对话全部读了一遍之后整理出来跟大家解释到底究竟发生什么事情。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查看呢，我这边就放了3个词条给大家啦。那首先就是原本国王叫 WAFC 的联盟，然后入侵者他们是来自2480，然后现在他们要对抗入侵者的新国王是 FG73联盟的，所以这个故事我就用简短的方式跟大家先讲一遍先啦。首先，原本这个王国3673的国王并不是 FG73，而是 WAFC。在11月26日之前，他们依旧还是国王的。但是 FG73 他们在 KVK 期间去争夺王位，把这个 WAFC 给打败了，把他们的旗帜要塞全部给摧毁了。就是讲，其实严格来讲 FG73 就是反抗军，他们王国之前就已经搞过内战了，只不过这一次我们关注到的事情呢，是由2480他们入侵之后的故事，是不是听起来很复杂嘞？我原本也是不知道这个 WAFC 跟 FG73 之间还有一段故事的，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你们看到这个 FG73 呢，其实他们只是做了1个月的国王而已，因为他们在11月26日的时候就争夺了王位嘛，这个 WAFC 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已经被赶出去神庙了。那这个2480他们入侵的事情呢，是发生在12月25日，也就是距离这个 FG73他们担任了国王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而已，就被入侵者进入，然后争夺这个 FG73的王位。所以严格来讲呢， FG73也不算是好人啊，因为他们毕竟也造反过吧。但是以道德观来说，以玩家的角度来说，2480的行为是不好的，因为他们入侵人家王国去抢夺人家的位置嘛。所以现在的故事暂时就只有2480跟 FG73， 我们先来讲一下。那这一班玩家呢，其实他们从2480过来3673的时候只有5个玩家而已，这个就是入侵者的玩家之一啦。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3673王国呢？其实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来的，而是 FG73 其中一个玩家，就是他们当时的国王啊，好像是就招募了他们2480入侵者的其中一个玩家进入了3673王国。那可能他们在招募这个玩家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是顺便拉了几个玩家一起过来3673，所以才会看到3673有5个来自2480的玩家。那他们讲会进来这个3673王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原本王国匹配很垃圾， KVK 已经结束，已经输掉了，他们想要找一点好玩的事情来做，所以他们就移民过来3673。当然以外界的玩家来说，就是我们这些旁观者来说，他这种解释很没有道理我们觉得会是一个借口来的，因为他们是比较旧的玩家呢，比如讲他们一定有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他们的装备、军器、统帅都是普遍会比较好一点的。他们来到了一个3673这么新的王国，才400天的王国，就相当于他们是欺负一些新的玩家。所以当其他玩家，尤其是华人玩家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们都是对这些入侵者感到非常厌恶、讨厌，甚至是辱骂他们的。以华人的道德观来讲呢，他们一般是不会做这些行为啊，就是入侵别人的王国去争夺王位，可能有发生过，但是比较少一点，而且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去抢夺人家王国。当地的玩家好像多数都是外国人啊，所以他们有可能在庆祝圣诞节啦，所以的我们多数华人是觉得他们这样子做很不好很坏，所以我这边也是跟他们讲，你们真坏，选择圣诞节的时候才来打架。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圣诞节呢？其实也不是特意看到圣诞节的时候才去打
打，而是他们刚好进入了 KVK 匹配的时候，他们才选择去造反，去争夺王位。因为在匹配阶段的时候，其实你不能找玩家移民进来3673这个王国嘛，不管是当地的玩家 FG73 也好，还是2480这些入侵者也好，他们都没有办法去找帮手，所以也就是在这个封闭的情况下，他们才打起来。但其实这个 FG73 他们也是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啊，就是他们的国王太过信任这些入侵者了，把领导顾问给了他们，而且是2个主要联盟的顾问都给了，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吧。我觉得他们会给入侵者2480这些位置的原因，可能是觉得说啊，他们是老玩家，可能他们有经验啊，在管理上面啊，又或者是2480这些入侵者，他们用花言巧语去拿到这些职位之类的，然后预谋好要去造反，并且在这边他也是有解释到，他们这个 FG73 之前也是争夺王国的事情啦，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跟你们解释的。不过这一点我已经帮你们整理了，这边就不再重复，以免你们看到很混乱。而且他们当时候为什么只有5个玩家进来呢？就是因为 FG73 的新国王呢，他们一直锁着王国，不让他们移民进来，所以他们只有5个玩家跟其他的小号全部都进来这个王国而已。所以在那一天我们看直播他们打架的时候，真的也就只有这5个玩家战力是有超过8000万以上的就在战斗而已，剩下的那些小号呢，全部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补兵啊，加入集结，加入驻防，去跟对方对抗。到后来的结局相信大家也知道了，因为他们只有5个人嘛，那对方是差不多整个联盟的玩家至少都有20个左右吧。虽然他们的部队都很糟糕，都没有太多的 T5， 但以人数上还是可以压制这5个玩家的。所以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当地的玩家 FG73 是成功的把入侵者的旗帜给点着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入侵者这个时候换了联盟，变成 WAFC。 那各位还记得吗？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过，这个 WAFC 它是原本旧国王的联盟来的，你们记得吗？他为什么会进到这个联盟里面呢？这个玩家也是有解释到，是因为他们前国王就是这个 WAFC 的旧国王把联盟给了他们这些2480的入侵者，让他们去对抗 FG73。 所以也就是说旧国王其实是认可了他们这些入侵者的行为，要利用入侵者去对抗 FG73。 所以听到这里这个故事越来越有趣了呢并且他也是有强调到，其实这个 WAFC 就是旧国王的联盟呢，科技是满的，反而 FG73 的科技呢其实只有一半而已。也就是说这个旧的国王给他们这个联盟呢，其实对这些入侵者来讲是有好处的，至少那个科技是满的情况下，就算他们5个玩家跟这个 FG73 对抗的时候也不会这么亏嘛，至少科技会好一点。那当他们拿到这个 WAFC 这个联盟之后呢，他们选择放了要塞在神庙旁边，这个是他们原本在用着的那个联盟啦，但是因为这个联盟科技不是很好嘛，所以他们现在换了另外一个联盟，把这个要塞放在神庙隔壁，保护着自己的神庙，不要给 FG73 拿回这个神庙。然后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FG73 他们用了另外一个联盟，打算从这边建一个要塞，然后慢慢建起之上去夺取神庙，但是可能他们意识到这个做法太慢了，而且他们也不能像 KVK 的时候那样子啊，不用切换联盟就可以去建那个要塞，所以他们后来是选择了放了另外一个要塞在神庙隔壁。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这2个 CN80 跟 WAFC 是入侵者的要塞，然后这个 FG73 FR73 还有这个要塞都是当地玩家，也就是第2任国王的联盟。但他们放这个要塞的位置，其实入侵者他们可以利用这个联盟去接触到他们这个还没有建好的要塞，就讲他们可以直接去打他们的要塞。或许是当地的玩家觉得说他们5个玩家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了，谁知道这5个玩家居然可以把他们这个要塞给打爆，把完这个要塞给围下来。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在这边无限的来回拉扯，你建那个要塞我又摧毁掉，你摧毁掉之后我又再重新建了一个新的要塞，这样子来来回回至少重复了好多次吧。我这边看到他们打的时候，我也是没有想到这5个玩家居然有本事把这个
个要塞给打下来呀。最绝望的就是他有一次那个要塞好像还剩下10几分钟就要建好的时候，就被那5个入侵者给打下来了。重点是这5个入侵者，他们把这个要塞打下来这么多次之后，战力依旧还是没有降落这么多。他们原本的战力就大概9000万到8000万左右吧，但是最后他们打下来那个战力依旧还是有8000万、9000万、7000万左右，几乎是没有什么损失的，这个才是最离谱的地方。尽管我看了他们的报告呢，驻防那边是有赚不少的击杀，但是似乎是对这5个玩家造成不了太大的伤害。那么后来我是关闭了直播了，但是我在睡觉之前呢，有稍微看一下他们这边王国发生的事情了。我是看到差不多凌晨3点、4点北京时间的时候是已经结束了，而且这个联络我的玩家呢，也是在早上7点的时候告诉我说他们这边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就问他们什么情况，是不是已经投降了。然后我看到他们全部人都在这个原本的主王盟，因为在前面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嘛，有3个部分，然后后面 FG73 这个联盟跟这个入侵者2480的5个玩家，这2个全部都跑到 WAFC 里面去了。所以如果你们现在点进他们的王国，然后看他们联盟的时候呢，是可以看到两方人马全部都聚集在一起了，这个情况有点搞笑。所以我就问一下联络我那个玩家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变成这样子。他就说和谈了，毕竟两方人之间没有恩怨嘛，除了那个 WAFC 跟 FG73 新旧国王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恩怨之外，这些入侵者是跟他们没有恩怨的，只是单纯想要去打他们而已，并且解释到现在这个 WAFC 就是一开始的王盟，也是有解释我刚刚前面所讲的东西啊，那因为我重复过，这边我就不再重复。但是他们的形象也是摧毁了，变成负面形象，毕竟他们这5个玩家是入侵者嘛，所以大多数的华人玩家其实都很讨厌他们，觉得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违背道德的事情，去夺取人家的王国。但他自己也是有说到，5个人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与整个王国为敌，风险还是太大了。但他们的看法是觉得说 FG73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反叛军啊，毕竟他们在上一场 KVK 内战拿到国王，所以以他的观点来说，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啊。而且他这里也是说也是嘛，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讲，他也是默认自己也是反叛军了。然后下面就有分享一些邮件给我们看了，这个据我所知好像就是11月26日之后的那个国王啊，就是第2任国王。但他这边邮件应该是有翻译过，他应该发那个原本的邮件给我，不应该翻译给我，因为他那个翻译有时候怪怪的。他这边就写到明天决定是否与农场联盟，现在他们只专注于主盟。他前面那句话就不太了解是什么意思，并且他们这个入侵者也是变成了当地的国王，就是这个王权帝陵是他们现在这个王国的新国王。他这边就说到，首先战争已经结束了，他是新的国王，在这场战争中受到伤害的兄弟表示抱歉。那他这个邮件你们也可以看到，他是写很多错字的这个他自己也是要稍微去注意一下，毕竟你是国王了，你不要一直写错字。他和这个玩家，这个就是他们之前的国王啦，达成了和平共识。为此，他对3673全体兄弟做下以下保证：本王国内除犯罪人员，其他来自各地的兄弟人人平等，可以正常参加 MGE 联盟活动 KVK，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申请活动排名。王国会根据各方数据公平公正安排排名。王国国王他一人任选，王国管理就由前任国王这个玩家团队和牛奶团队，也就是他们入侵者的玩家之一共同组建，保证各方利益公平公正。这个玩家的管理位置将会在进入 KVK 的时候恢复。根据3673全体的意见，这个玩家困，我不确定是谁的，他将不会担任任何一个管理职位，他只能战斗在 KVK 前线或者是离开王国。那他们第3的区域暂时只能由新的联盟存在，其他的联盟暂时不可以进入第3区域，他可能也是怕这些玩家又再次造反什么之类的吧。后续会和这个玩家商议 KVK 即将进入，本次 KVK 外交就由这个前任国王来担任。兄弟们希望我们建立和平共处公平公正的王国。所以这个故事大致上是这样子啦。那至于各位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想法呢？那当然啦，因为我不是当地的玩家，我只是去观看他们内战的事情而已
啊，所以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个人感受下来还是挺有意思啊，因为这种入侵王国的事情呢，已经是很久没有发生了，就算有发生，可能也没有搞得这么大阵仗吧，都没有特别去关注了。但不表示说我是推崇这样子的做法啊，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以和平相处，就比方说你跟对方王国商量好要不要一起搞合并之类的。当然以吃瓜群众的角度来讲，我当然是希望他们能够打起来啊，像这一次这样子啊，直接入侵人家王国，然后去争夺王位之类，我当然是希望看到这种事情。那当然了，如果你是真的有时间去看这场内战的直播的话，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看完整场的直播啦，因为内容呢，除了他们打架的画面，还有一些搞笑的画面啊，还有关于聊天室里面呢，有很多玩家就是骂他们这5个玩家，讲他们不道义，讲他们做这种坏事情，要求他们改掉国籍之类的。就很好笑，你们可以去稍微看一下。我念这个聊天室里面的内容也是念了蛮长一段时间了，都有好几分钟啊，应该有半个小时了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